台风战斗机是欧洲战机计划的产物，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联合发起，于1994年首飞，2003年投入使用。台风是一款4代半多用途战斗机，拥有比较出色的综合性能，其单价超过1亿美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战斗机之一。美国空军使用的第5代战斗机 F-35A 目前的单价也不超过8000万美元。台风也被称为是最昂贵的第4代战斗机。如此高昂的价格是否物有所值？有哪些国家装备了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的真实战力几何？下面就让武器沙漏为你一探究竟。早在1970年代初期，英国就谋求研制一种新型的战斗机，来作为当时美洲豹攻击机的继任者。最初的设计需求是具备比较好的机动能力，并具备空优战机的特点。几乎在同一时期的西德也提出了对新式战斗机的需求，项目代号 TKF-90， 直译为战术战斗机90。为了参与 TKF-90 项目，当时德国的多尼尔飞机公司与美国的诺斯洛普公司合作研发了一款代号 ND-102 的机型。虽然止步于风洞模型阶段，但是其中的许多理念被应用在了后来的美国 YF-23 中。除了多尼尔公司以外，当时的西德航空巨头 MBB 公司和 VFW 福克公司也参与了竞标。最终 MBB 公司的提案胜出，机型代号 JF-90。该机型的设计结构也成为未来台风战斗机的发展基础。1979年，德国的 MBB 公司与当时的英国宇航公司向德国和英国官方提交了一份合作议案，期望两国在新型战斗机项目上进行合作。该项目被称为欧洲联合战斗机计划。同年10月，法国的达索公司加入该计划之中。然而，各国并没有停止自身的独立研发项目。欧洲联合战斗机计划并非一帆风顺，各参与国对动力、气动力布局和具体配置的争议不断，难以达成共识。实际上，在1981年，欧洲联合战斗机计划已经由于分歧严重而名存实亡，各国还是以自己的发展项目为重心。到了1983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又联合发起了一项名为“未来欧洲战斗机”的项目，对短距离起降和超视距攻击能力提出了要求。然而，仅维持了1年，法国就因理念严重不合而与其他几国僵持不下。英国、西德以及意大利随即退出了这一项目，转而于1985年重启了欧洲联合战斗机项目。西班牙随后也加入了该项目。特立独行的法国则选择与欧洲战机计划分道扬镳，独自立项，最终开发出了阵风战斗机。而重启后的欧洲联合战机项目，一方面进展缓慢，一方面也矛盾重重。最主要的矛盾有2点：第一点是整个项目的研发资金要求猛增；第二点是对具体配置的分歧。随着研发的不断推进，西德和意大利一度产生动摇。随着西德和东德的合并，德国一度出现退出该项目的声音，并且有可能取消采购计划。面对重重困境，英国一方面提供资金保证，一方面进行多方协调，最终令欧洲战机项目得以维持。到了1994年，第1架原型机完成了首飞，在1997年，正式的生产合同也得以签署。当时预定的采购数量分别是英国的232架、德国的180架、意大利的121架，以及西班牙的87架。到了1998年，欧洲联合战斗机最终被正式命名为台风。根据英国军方早期的评估，采购250架台风战斗机的成本仅为70亿英镑。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项目成本一度增加到170亿英镑。当英国人以为这已经是极限时，项目成本再度增加到200亿英镑。到了2011年，又增长到230亿英镑左右。
整个项目的成本已经高达370亿英镑。作为最早一批接受台风战斗机的国家，德国空军最初接收的台风单价就高达9000万欧元，而西班牙接受的台风单价则突破了1亿欧元，高昂的价格令这款为欧洲研发的战斗机鲜有欧洲国家问津。除了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采购台风战斗机的欧洲国家仅有奥地利一国。在欧洲以外，仅有部分中东国家购买了台风。使用台风的中东国家则包括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沙特。如今，奥地利空军已经决定逐步退役所有的台风战斗机，主要原因是使用成本过于高昂。台风战斗机在外销市场的表现也非常惨淡。欧洲的比利时、芬兰、瑞士和丹麦，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均在战斗机更迭招标中淘汰了台风战斗机，选择了美国的 F-35。以上所有国家淘汰台风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台风价格和使用成本太过高昂。以平均1.2亿美元的单价购买一架第4代战斗机，不如花费更少的资金采购第5代战斗机。况且在第4代战斗机中，战力与台风相当，甚至超越台风的机型也不在少数。目前台风战斗机的总产量在660架左右，德国配备的最多，达到181架，英国其次，拥有160架，意大利第3，装备了96架，沙特和西班牙各自拥有70余架，科威特和卡塔尔拥有20余架，奥地利和阿曼最少，仅装备了10余架。台风战斗机拥有4条独立的装备线，分别位于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各国的分工也有所不同。英国的贝仪系统公司主要提供机身的前段、座舱盖、尾翼以及机身后段等组件；德国的 Premium Aerotech 公司提供机身中段等组件；意大利的利奥纳多公司提供机身后端以及左侧机翼等组件。西班牙的 CASA 公司提供右侧机翼等组件。台风战斗机目前分为4个生产批次，这4个生产批次之间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的递增，也存在因资金投入的不连贯而进行的分批次生产。台风战斗机从2000年开始经历了几次主要的升级，首先是为台风配备了欧洲导弹公司 MBDA 的流星超视距空对空导弹，其次是增强了空对地能力。其他的升级还包括增强了抗干扰能力，升级了主动防御系统，提高了敌我识别能力，改进了油箱设计，矢量控制喷嘴设计，增加了头盔显示器，改进了人机交互系统，对机身结构进行了空气动力调整等等。这些升级并非十分顺畅，主要原因是由于英德意西之间对部分调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协商，以及各国有限的投资预算。从机身设计上看，台风采用了大三角1加前翼的压式布局，在高速和低速状态下均能保持优秀的机动性。机上配备了一套飞行控制系统，能够辅助飞行员保持飞行状态的稳定。台风战斗机的机身相对轻量化，采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空重在11吨左右。台风的整体相对小巧，属于一款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其长度约16米。翼展约11米，拥有单座板和双座板，采用了双发布局。台风在设计上也对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做出了改进，并在部分容易产生类反射波的位置涂抹了隐身涂层，令整体具备了一定的隐匿性能。台风战斗机的玻璃驾驶舱较为先进，拥有3块多功能彩色显示屏、抬头显示器、头盔显示器等等。整个人机界面的数字化程度比较高，能够执行语音命令，还为驾驶员研制了专门的抗压服，理论的抗压值可以达到9G。当飞行员进入空间定向障碍状态时，可以通过启动飞行控制系统，令机体自动恢复正常的飞行状态。如果飞行员长时间没有做出反馈，
这套系统将主动介入飞行状态的调整。台风的人机交互界面还配备了语音命令功能，为驾驶员提供了大约26个语音控制命令。这些命令通常只关联辅助功能，不介入关键的驾驶领域。英国贝仪系统公司还将为驾驶舱研制新型的触屏系统。台风战斗机的整体航电水平比较先进，采用了 GPS 和惯性导航系统，采用了一套代号禁卫军的机载防御系统。该系统原本由英德意西4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整个系统可以集成在飞机内部。由于其成本过于高昂，导致德国和西班牙一度退出该项目。禁卫军系统是一套模块化的集成设备，主要包括电子对抗单元、电子支援单元、导弹告警系统、激光告警系统以及拖曳雷达、诱饵系统等等。整个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台风的各类传感器信息被统一集成到攻击计算机和导航计算机中，经过优化处理后反馈到人机界面上，以提高飞行员的动态感知能力。台风战斗机理论上可以在150海里的距离上识别目标，并在100海里的距离上进行跟踪和锁定操作。部分搭载有多功能高级数据链设备的台风战斗机，还能够与隐身状态下的 F-35战机进行通信。台风战斗机目前采用的雷达版本中，比较先进的型号为捕手 E。捕手 E 是一款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空域监视、攻击指引等能力，准确性和目标跟踪数量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台风战斗机采用双发布局，拥有2台 EJ200型涡扇引擎，该引擎专门为台风战斗机量身打造，由英德意西4国合资成立的欧洲涡轮喷射发动机公司研制。EJ200引擎集合了欧洲4家航空发动机公司的领先技术。英国的罗罗公司主要负责燃烧系统、高压涡轮组件以及发动机检测系统。德国的 MTU 航空发动机公司主要负责低压和高压压缩机组件以及数字控制系统。意大利的 AVIO 公司主要负责低压涡轮组件、热处理系统和齿轮系统。西班牙的 ITP 公司主要负责喷嘴、排气和管道系统。EJ200发动机的加工工艺和技术水平比较高，拥有较为出色的推重比和油耗经济性，采用了模块化结构，建造和使用成本也相对得到了降低。EJ200 的单发推力约60千牛，后燃推力约90千牛，最大后燃推力约102千牛。台风战斗机的内部油箱容量约6200升，能够搭载近5吨的燃油。不加力状态下的油耗约每小时4.5到5吨，加力状态下的油耗约每小时15到16吨。台风具备在不加力的情况下进行超音速巡航的能力，也可以在超音速巡航的状态下发射武器。EJ200 的累计使用时长在5万飞行小时左右，整体的性能表现相对稳定。台风战斗机的理论极速为2马赫，通常情况下的最大速度在1.25到1.5马赫左右，升限接近2万米。在携带3个外挂油箱的前提下，台风的最大航程能够接近3800公里。根据飞行任务的不同，台风的作战半径也存在差异。在执行长时间空域巡逻任务时，携带副油箱的台风能够在半径185公里的区域内飞行2到3小时。如果执行低空突袭的对地攻击任务，携带副油箱的台风能够对半径600公里的目标进行打击。如果从高空突进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在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最大攻击半径可以接近1400公里，但是这种作战模式的风险也是最高的。
台风的整体气动力布局和各种初始设计，令其更侧重于一架空优战斗机。虽然也具备比较优秀的对地功能，但是需要配备各类电子吊舱来进行功能完善。台风战斗机能够携带多种对空和对地武器，但是根据版本和使用国家的不同，其武器类型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台风战斗机配备了一门27毫米机炮，备弹150发，机身拥有13个挂点，负载能力约9吨，可以携带航空火箭发射器、各类短程、中程空对空导弹、反舰导弹、空对地导弹、巡航导弹和航空炸弹等等。主要的防空导弹包括欧洲的 M132阿斯拉姆短程空空导弹，德国主导研制的红魔 T 型短程空空导弹，美国的响尾蛇短程空空导弹、M120阿姆拉姆中程空空导弹，以及欧洲的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M132阿斯拉姆短程空空导弹目前仅由英国使用，由欧洲导弹公司 MBDA 研发，单价在20万英镑以上，极速超过 3.5 马赫，最大射程约15公里。红魔 T 型由德国、意大利、瑞典、希腊、挪威和西班牙联合研发，单价在43万美元左右，极速3马赫，射程约25公里。目前由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沙特的台风战斗机使用。美国的响尾蛇导弹是一款历史悠久的空空导弹，最新型号的单价在60万美元左右，极速2.5马赫，理论最大射程18公里。目前所有配备台风的国家均可以采用这一导弹。美国的 M120阿姆拉姆中程空空导弹由雷神公司研制，单价在100万美元左右，性能比较先进，拥有多个型号，射程在55到160公里左右，极速约4马赫。除奥地利外，所有配备台风的国家均可以采用这一导弹。欧洲的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单价在200万英镑左右，最大射程约200公里，极速超过4马赫。目前仅供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使用。在空对面导弹方面，台风可以发射欧洲 MBDA 公司出品的暴风影空射战区外巡航导弹，理论射程约500公里，极速约0.8马赫。目前由英国、意大利和沙特的台风使用。欧洲的硫磺石导弹由英国研发，单发的成本约17万英镑，极速1.3马赫，最大射程在60公里左右。除了以上的武器单元外，台风还可以搭载美国的飞鱼反舰导弹、反辐射导弹、美国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等等。机身的挂点通常不会满载武器单元，还需要挂载副油箱以及各类电子吊舱。台风作为一款4代半多用途战斗机，综合性能比较出色，但是生产和维护成本十分高昂，导致装备数量不高，各国采用的版本不一，而且隐身性能不足。当面对现代化防空武器和第5代战斗机时的胜算较低，即使面对同等级的第4代战斗机，也不具备明显的性能优势，比较适合本土防御任务，或配合第5代战斗机联合作战。在面对现代化防空体系时，台风将无法规避空中预警机、地面搜索雷达和卫星的跟踪，也就无法逃避防空系统和巡逻战机的锁定。如果贸然突进，很可能在与对方战斗机碰面前，已经被防空武器或超视距导弹击落。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